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啊。先分享张素芬老人家的一个体会啊。他说：“李老师您好哈，自从跟您学习、听课、锻炼以来，我的身体好了许多。3年来呢，没有去医院看过病，家庭社会氛围也很好。我的性格变得开朗多了，乐观多了，也时常对人微笑。没人时自己也主动微笑。有人说我的脸型由长脸变成了方圆脸了哈，精神状态也很好。听个锻炼每天听个锻炼变成了常态。说白天早晨有跟着锻炼哈，说晚上跟课或者重播课程。修心，我如你讲的那个惯性模式哈，就是做完一件事呃，总是找没有做好的一面，他也有一些惯性他说他讲了他的有这样的一些模式，说比如呢，我在自家院子里面种了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收成的季节呢就送给邻居、朋友和亲戚。说昨天呢就送了4家，有的给送了去，有的自己来拿的。就是他种了很多蔬菜就是有的是送了去，有的是自己来拿的。说本来呢应该很高兴，但是我呢就有时候就是高兴不起来。他讲他这个习惯惯性模式。说来拿的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就是人家来拿菜的人呢还给带东西来了就是我还给带东西来了，觉得我要送去就好了，就是他来拿的还拿着带着东西，我要送去就好了。说人家带东西来不收还不好，收了呢比咱的菜还值钱呢，就人家给他比他菜还值钱，就好像占了人家的便宜，他心里面觉得不舒服有时觉得该给的呢还没给到，就是该给还没给到，可能有的人还没给到，有的呢赶上品质还不太好。你看他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别人，好像其实你给别人菜已经做得很好了说还有端午节包了粽子给孩子们分着吃，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包的少了，不够分的，你看总觉得亏欠了别人，亏欠了孩子说我相信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的有时呢可能弄得晚了一点，你看就觉得自己就觉得心里有愧的话，有时候品种呢不太合适，还有春节给孩子压岁钱，年年觉得做的不合适，就觉得给别人不够，其实人家都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自己呢还老纠结老纠结。说昨天晚上站桩的时候心口就有点揪着原来您说过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儿，我想就是因为这2天我送菜的事儿，送菜觉得好像别人带东西来了什么的就心里纠结说李老师把您当亲人当知己，也是对您对大家太好了年龄大了啰里啰嗦说这么多给你添麻烦了其实我相信这张老师其实您自己做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总觉得好像还做得不够好，说明什么？你心中爱太多了我看了您分享的这个我就觉得我都愿意做您的邻居了去拿菜来吃，每一天高高兴兴的做完了就好了把菜送过去就好了，别人送过来就送过来都是邻里乡亲的，我觉得都互相接纳互相欣赏，互相爱互相感恩，互相帮忙，这已经做的就非常非常好了。我相信我们临安社工的很多亲友都想跟您做邻居你有这么一位有爱心的这位邻居，那多好好了，我们分享今天要说的这个内容今天要说的内容其实这是锻炼中的一个内容，它是比较微细的。就是你有认真的体会，可能才能体会得到。但如果你真正能体会到了呢，那对我们的锻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今天讲的什么呢？我们平常说锻炼说这个动作一做，说你要控制，你对你这个动作要有控制，你不能随意的去乱动，比方这胳膊不能这样随着惯性走了，说要控制，不要那个惯性。不要惯性。那今天又讲的什么呢？今天讲在这个基础上还说什么呢？你尽量少控制或者不控制，不去干预，不去指挥。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大家注意我们很多人在锻炼的时候
你比方说做这个胳膊一抬起来，你一抬起来的时候，大家注意，你只要一抬，我们习惯性的就会用头脑，就觉得哦，我这胳膊抬，我得用头脑指挥它抬。但是我们过去曾经讲过，说我们全身处处皆有灵性，就这个动作一动的时候，不是头脑指挥的，不是头脑控制的，是这胳膊自己，它那块就有觉知，它能自己抬起来，而不需要头脑去做。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就发现因为前面就有线下的一些朋友锻炼，就是自己在一锻炼的时候，头脑就开始动了，就开始要去指挥，一动就头脑就不放松。那今天待会儿呢，主要是练你这一练，比方说胳膊往上一抬，哎，马上你觉知你的头脑，你只要一抬，横的头脑就紧了，好像用头脑在指挥着它。那要做的是怎么？你做。在放松头脑，减少你这个控制欲，减少那个指挥的那种欲望。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在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很多人总是要控制家里面的这个事儿，孩子呀什么他都要去控制，什么都要控制。你只要一控制，就是用谁去控制呢？那个头脑，用那个我指挥的嘛，我控制的嘛。我说清楚意思没有但锻炼的时候呢，恰恰要什么？尽量要无我，减少我对这个动作要怎么样做的执着，减少这个我对家人、对周围的事情的那种执着、那种控制。不知道表达清楚意思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总要控制，孩子小的时候你控制，大了你还要控制什么？就这种控制欲这种我要控制什么，这种控制欲是很强的，是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一种习惯，一个惯性，就你不知不觉的，虽然你是在我在觉知没想控制，可是你只要仔细认真的体会一下的话，其实你还是在控制，你的头脑还是不放松的。你这一做，突然一觉着我习惯性的断掉这个惯性，这个需要认真的去体会，在锻炼的时候去体会、去觉知。待会儿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比方做这个合手，做这个，我会反复提醒的是，你放下了，你不知不觉那控制劲儿又出来了因为前面就跟几个同学在自己锻炼的，我就深有体会，看得很清楚，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不知不觉的谁就出来了呢？我就出来了。不知不觉那个小我那个头脑它会出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性的，一说到控制就是要头脑去控制，就用你平常习惯性的那个去控制，而有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头脑的，不需要你头脑那么去想那个过程的。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别人突然扔给你一个东西，你一下就接住了。你不需要头脑想，他扔过来了，这个速度是什么速度？我要怎么去把它接住？你不需要，你那种直觉，当然了，你可能会说，是胳膊抬起来，你不是就要头脑记忆这个动作吗？是需要的，但是呢，你只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你知道这动作就可以了，而我不需要去控制它该怎么样做。就把头脑的那个控制减少再减少，身心合一，并不是身和头脑合一，形神相合，和那个神相合，并不是形和头脑相合。但是我们平常一动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头脑在它相合，是那个我和它相合，这后天那个我。那如果从道家讲是失神和元神，是你头脑那个东西跟它相合。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当然在生活当中，我们是需要头脑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社会生活领域，然后在你的生命领域呢，大家注意，在你的生命领域尽量减少头脑的参与，
这个生命是你头脑控制不了的。当然，并不是它会影响它了，就尽量减少头脑对生命的那种控制。锻炼的时候，减少头脑的参与，好吧？现在呢，因为这个是需要锻炼啊，我们一边练一边说，大家去反复去体会啊。好，我们现在再大家站起来啊。好，安静。好，安静啊，好像。好，放松啊。安静。我们以这个胳膊的运动来体验啊。安静。两臂阴掌侧起。好，你起来之后停下来，你注意你的头脑是不是完全那种放松的状态，像冬眠的时候一样？很多时候那个头脑就有那个思维的紧张，是头脑要我脑的指挥这个身体起来的。注意把头脑放松，没有控制，是那个胳膊它自己起来的，头脑好像在睡觉一样。你体会一下，这好像是微细的变化，可里面变化是很大的。哎，你再往上起，起着起着，头脑又开始使劲了，又开始要去管胳膊了，再放松，胳膊自己会起。可你起着起，头脑又来了，头脑有很强的那个惯性，它很聪明啊。现在让头脑睡着，对大脑的觉知。那个我呀，一会儿就要蹦跶出来。头皮、眼珠都很放松。长椅子。注意，缓解、缩、小。你头脑又要动了，头脑没有动，是肩横向缩，肩膀、脖子、全身自己会动。头脑的微细的控制啊，把它放掉。将生命的指挥权呀，交给生命本身。
注意没有头脑，身体自己会做，健康向松。头脑睡着了，胳膊全身都有灵性，肩和向松。不是有另外一个力量去含肩去缩向，而是肩膀和向自己会动。肩看向松，每个地方都是他自己动的，没有头脑，没有控制。肩和向缩。肩和向松。两臂慢慢和头脑无关，向落。和思维无关。两手自然下垂，我相信大家能有一些感受啊。我们在做这个合手，注意手下颏，没有头脑的指挥，头后仰，向颏上翘，向前。对头脑放松，头脑像睡着了一样，没有控制指挥。向下，
那种思维式的控制指挥啊，不要参与到生命之中，思维不要参与进来。下颌、贴胸放松。注意哈，这块特别容易头脑就使劲儿了，因为一听到那个拔字，就好像得使劲儿才能拔，头脑放松没有劲儿。眼睛向上，那个脸上肌肉、头上肌肉一点都没有劲儿。向上向上，其实是唤醒，身体每个地方都醒来了，头脑不使劲儿。朝后仰，下颌上翘，向前，向下，向内。安静，把平常那个惯性的拔字，一说拔就得使劲儿，拔萝卜呀，拔什么的，胳膊使劲儿，全身使劲儿，头脑也使劲儿，把那个惯性放掉。眼胸向上，下颌眼胸一向上，哎，整个全身全都醒了，气血全都通了的那种状态。朝后仰，下颌上翘，向前，向下。向内，安静，头脑像睡着了，像冬眠了一样。眼睛向上，
头脑不要使劲儿，不要惯性的用劲儿。是。头后仰，头脑完全是放松的，小步上翘，向前。向向内，延伸向上，没有任何着力。这个动作不是头脑控制的，你只要一控制，马上把它放掉。头后仰，小步上翘，向前。向内，延伸向上，身体每个地方都有灵性，都有觉知。头中正，你的头脑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做就够了。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头脑就不要再去参与控制了。身体处处皆有灵性，那个心啊，遍布全身，不是从头脑这儿才能发出指令的。头脑像睡着了一样，或者就像一面镜子，静静地待着。
敞开心胸，不是头脑指挥的，你不要头脑习惯性的要去指挥。张开怀抱，手慢慢向上拉起。我们讲要控制，不要惯性，但是不能把控制也成了惯性。没有头脑的控制，只有生命的觉知。与其平，头脑退位了，那个真正的神意才归位了。向上，你要注意觉知哈，你给我往上一抬，又在使劲了，那头脑又在去管事儿了，他老想管事儿，管惯了，这一管事马上不管，这是很细微的觉知。肩平，头脑老想管事儿，马上到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长。慢慢下落。紧额头，面部，
轻。腹富贵婴儿。两手伏于足面，安静，安静。下按没有头脑，身体自己。上提下按上提下按上提转掌。经腿的后侧，向上，没有头脑，没有控制，没有头脑的指挥，向上。能，对，手向前，到肚脐，两手分开。我们再来体会一下这个胳膊，注意哈，两臂阴掌侧起。有时候你只要一做，头脑马上就开始工作了，让头脑不工作，让它不指挥，没有命令从头脑这儿发出来，就胳膊那儿自己有知有觉。你再往上抬的时候，可能那个头脑又出来了，再退回去。他只要管事，马上退回去。他习惯管事了，退回去。头脑啊，习惯唠里唠叨了，习惯管事了，退回去。
生一字，注意跟头脑无关啊。均衡，头脑不参与。像素。像素。均衡，像素。健康，像素。健康，没有头脑，像素。健康，像素。两臂慢慢向落。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
手分开，脚分开成后八字，两臂慢慢上抬，头脑只要一活动，马上停。身体微下蹲，站在这儿就像冬眠一样。放松那个眼球，眼球像深睡的时候，冬眠的时候。
头脑放松。你站在这儿啊，是整个生命扩充和整个虚空合一而战的，不是来自头脑的命令。是生命与虚空的融合。就像那个树立在那儿，和虚空融通，是天命之性，而非头脑的想象。更不需要头脑的造作，是自然的造化。
静，安静，百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我们静坐静养。即使坐在这儿也一样，要弱化那个控制，那头脑完全放松了，
减少头脑的对身体的干扰。大家注意，今天分享这个内容啊，大家不要在字眼上去抠。你比方说，我做个动作，我不控制它怎么能做呢？那一定是你要控制它，你要指挥它去做这个动作。但你锻炼的时候，你要去仔细体察。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控制和指挥啊，变成了一种习惯，甚至呢变成了什么？变成一种干扰。在不必要控制的时候，你看始终我要控制它的那种感觉。这个动作一做，头脑不是很放松的，是紧张的。虽然那个紧张是很微细，但你随着自己的锻炼，你会发现锻炼的深入，就会发现，哟，这一紧张干扰了身体里面气血的运行，这一点很重要，它是需要你很细微的去体察。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头脑又控制它了。平常我们讲，我们要主观人要有主观能动性，但有的时候这个主观能动性太过了之后，你总会觉得头脑没有放松。就在该放松的领域，比方你生命领域、生活中，我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但你这个对生命领域啊，有的时候你那个主观能动性，你对生命活动你不了解，不知道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最好怎么样？我不去管它，让身体啊自然的变化，顺其自然，听从生命中那个天命。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身体里面那个变化，你想的太多，管的太多，反而成了一种干扰。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在外面生活中，我们需要充分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生命活动中，它也一样，我们要去锻炼，要干什么的啊？但我们站桩的时候、打坐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你就把生命交给生命自己，要弱化这个控制，减少那个干扰。这一点是从我感觉来是很重要，很重要。特别是随着我们锻炼不断的深入，其实开始也是一样，就你开始锻炼就应该什么呢？把那个功能把那个指令交给身体自己，就像你头脑是个老板似的，每一个小部门你都要去管的话，那就麻烦了。你只在那待着就可以了，任务弄好了，大家都会做了，好，你在那待着就可以了。静静地观察着，让每一个小的部门发挥它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劳累在这儿。你这样想的太多，管太多，你就累了。不单单你累，对下面的还是干扰。一起来是这样，一弯腰一起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特别是向上拔，一听说这个拔字儿，一喊一缩，一听这个字儿，你脑子里马上就要使劲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平常已经业已形成的这种习惯，这个需要细微的去觉知。今天这个分享内容，大家不要从字眼上去理解，一定要从里面，感觉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慢慢体会之后，你锻炼的会越来越深入，体会就越来越好了，身体的变化越来越好，气血运行各个方面都会有更细腻的那些变化。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